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民进党团的副干事长林楚茵。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尚佑之，大家好。好，那对国内整个大罢免的氛围，现在到底已经走到了什么程度？应该算一算，包括有蓝营要对绿营补件的，差不多也到了要公布的一些时间了。当然，蓝营今天有讲说，他们大概有12个绿委的区域补件的份数都远超过应该需要的一些份数。那公布完以后，那整个进入第二阶段到底会是多少？当然就要等中选会做最后一个确认。但是35个蓝委目前看起来的话，确定已经是要进入到第二个阶段。而这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你把整个氛围来看的话，现在是到每个地方、各阵营都在大拼场。可是除了大拼场以外，每个地委各自呢，如果以蓝委目前来看的话，有人我们传统上会讲说有没有比较深蓝区、优势区，或是可能会比较劣势、比较危险一些地方，不管你用什么一个形容词。但是现在看起来，对很多的国民党蓝委的委员来讲的话，是不是已经达到已经没有什么叫优势区、劣势区或怎么样？譬如说传统花莲，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应该是传统国民党铁票区吧？但副总召现在是不是也面临到一些的苦战？尤其最近还有一些司法的案件在这个里头。譬如说，你说徐小清这一区、王宏威这一区，大家每次在讨论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说这是不是属于蓝营的优势区？可是如果最近出现了几份民调的话，这几个也都在激战区。真的是已经打到分不出哪一区了吗？而这个时候，对整个国民党又该是怎么办？当然，对绿营来讲的话，要等到中选会最后公布，大家来看，那最近他们的一些策略到底会是怎么样？那白营当然包括后面你看到，不管是在台中或高雄的场子，黄昌主席、生活蔡壁如都会各自出现。也就是说，加入这整个战局以后，这整个态势会变成怎么样？我们一个个来看。如果真的从所谓的传统国民党的优势区，任俊，我刚说。现在没有传统优势劣势了吗？本来应该像，尤其最近2天大家在讨论徐巧芯这一区，最近 T 台出现了民调，看起来那个状况似乎不是非常好。先让你看一下巧芯他回应这一段，讲到他民调的那些的部分，来，任俊帮我们分析看为什么会是这样。来，很多我们的选民他还不清楚。支持徐巧芯就是要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所以到昨天为止都还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我差点昏倒。这个，我对于立法委员的工作几乎真的是拿命在搏，所以这份民调并不会挫了我的锐气，反而是更激起我的斗志。那我想，费鸿泰委员他既然是反对大罢免的，那当然也是希望在信义南松山，我可以把4年的任期做完。好，如果真的讲的话，这一区不用讲，你传统上一定觉得它是所谓的蓝营的优势区，而蓝营的优势区为什么会打成会今天这个样子？过程当中，因为 T 台出现了一份民调，说57%是不是同意罢免？那媒体上报道，巧芯是不是讲这个问卷设计本身是不是有一些的问题？因为这里头是讲说57%表示会同意罢免票，高于37.8%不同意。有投票意愿，而且会同意罢免的人数占松山信义选民的36%，远高于罢免门槛的25%。去年投他的选民有22%，这时候可能会转投要同意罢免。此外，徐巧芯的满意度跟不满意度比例都是38%。媒体上巧芯有讲说，他的支持者这个时候是不敢表态，还有接到民调电话的里长跟他爆料说，现在诈骗电话很多，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对你很不利？现在的民调是诈骗，都是林楚茵。都是你们民进党的阴谋 ，OK？ 那巧芯讲说他对立法委员的工作是拿命在搏，很多的选民还不清楚，支持徐巧芯就要出门投下不同意罢免票，他差点会昏倒。而这里面还记得当初国民党初选内战，大家都说巧芯跟费鸿泰委员内战真的是打得血肉相搏，而这里头国民党内部也有一个内参的民调，47.8%受访者反对罢免徐巧芯。只有35.8%表示同意，所以这个跟刚才那个民调，这是国民党内参民调了，显然对巧芯会比较有利。那个调查还显示，这个选区有52.7%表示不支持大罢免，只有27.5%的表示支持大罢免。至于费委员这个地方呢，国民党台北市党部主委黄旅指出说，费鸿泰委员怎么会对他不谅解呢？大家都是公平初选出来的，必要时会找他。这句话表示什么？还没有找，好吧？说必要时会找他嘛，一定是现在还没有找才会这句话。所以那小新刚刚也有讲，那跟费鸿泰委员都有联络，相谈甚欢。费鸿泰反对大罢免，
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现在看起来，任俊是传统的优势区对国民党来讲，怎么会打成这样？我先讲哦，当一个政党的党中央哦，大喇喇的告诉你说，来，这是我们家的内参民调，那我只能说，那就真的急了，因为内参这种内参理论上不应该拿出来。不是过去大家都讲说，哦，我跟你讲，国民党内或民进党内有个内参的民调，我让大家都否认嘛，大家都不证实嘛，大家都说，我有听过，但没看过。什么时候有党中央出来跟你讲说，有，我们有一份内参，内参是我们赢。那既然内参，就一般来讲哦，就说外面坊间的民调，有些人会有机构效应啊，会有什么，所以党内自己所做的民调，基本上为什么他党员会比较，就是他的这些从政同志会比较相信，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是完完全全比较能够掌握我支持者的动态。如果按照各个后面的那个国民党的内参民调来讲啊，这种问题啊，是被给他下啦。怎么会有压力呢？怎么会有危机呢？怎么会有刚刚这个徐巧芯所讲的，就是说哦，这个支持者都不愿意出来投票，你都赢了，内参你都赢了，怕什么？先来给大家看徐巧芯在第一时间哦 ，TVBS 公布的时候呢，是徐巧芯在脸书上面的发言哦，感谢 TVBS 的民调。大家看到第一句话，感谢 TVBS 的民调，而且呢，这个民调呢，真的就凸显出来了徐巧芯长期以来的忧虑。忧虑是什么？就是国民党的支持者，或他认为他的支持者不愿意出来投票的情形，其实是严重的。就他在第一天里面所写这个，没有去质疑 TVBS 的民调有问题啊，没有去质疑说你的问卷问法有问题啊，他只有说了一个说，哦 ，T 台的这个民调，他的做法是先问你会不会去投票，然后先问了你会不会投票之后，再来问你会支持还是反对。那他以他的这个写法，就是说国民党的做法大概就是先问你会不会支持跟反对，然后再问你会不会去投票。所以他觉得这里面出现这样一个落差，才会有这种所谓的什么里长又跟他反映说什么整个问卷怎么会这样问？那我也讲说问罢免不这样问，你要告诉我要问什么啦？对啊，这个罢免的议题不就是这样问吗？所以我也讲就是说。而且任俊一般对 T 台的民调，可能你不会把它解读成对国民党的人太不利，是一般吧。机构效应上，有些人会觉得你解读上不会把它解读的对国民党太不利。而且今天这个国民党既然这个质疑法对 TVBS 来讲，我老实讲，对友台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他长期以来做出来的结果说啊，如果对国民党比较有利或者比较友善，国民党也没有说你怎么对我这边啊？结果今天突然讲说没有，我们自己的内参，他要来打脸这份民调，因为两个的数字差很多。但我回来看您刚刚特别提到说所谓的深蓝的这一块优势选区，所谓的优势选区确实在变。那这个变会让有一些人会感到忧虑，例如你刚刚特别提到说费鸿泰委员，我也老实讲，在这个阶段里面把费鸿泰拉到台面上的意思是什么？就像我曾经讲过，说国民党不要把这个所谓的罢免危机拿来作为铲除异己，甚至是你要拿来作为党内大家要斗来斗的工具嘛。之前大家谈了一个钟小平嘛，就他就是个议员，为什么去点名他说你要弄到多少份，你要怎样？大家已经觉得很怪了。那时候还甚至牵扯出黄吕锦如跟他之间的关系。费鸿泰当时在跟徐巧芯两个为了这个所谓的松信区，他们立委初选的时候是打成什么样子？我想大家都有印象。这时候突然提了一个说，我相信费鸿，那应该要讲也是费鸿泰自己来讲。你没事去点名人家说，我相信他会支持，我相信他怎样，所以他如果不讲话呢？是不是有一个力量会去逼他说，你为什么不讲话？你为什么不挺他？所以你回来看徐巧芯，其实状况他很特别。徐巧芯是第一届的立委，他在议员的时候当然就有很高的知名度，可是就立委本身他是第一届，他对于立法院里面如何运作熟不熟悉我不敢批评，但是他之所以成为国民党内高度被关注的人物，是因为他把自己放在打民进党的第一线。他很多的议题不是说他问政，然后问了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大家觉得说哇你好厉害，你抓得什么？其实很多是没有，我觉得可以公平来讨论这件事。他很多时候是跟民进党要对抗的时候，陈玉珍说什么站在门口都立，徐巧芯隔天立刻就站在那边维持1公尺，你看我站在那里，没人知道那一趴到底要干嘛。就很多的议题上面，他把自己形塑成为国民党内敢对抗民进党的人。可是任俊这个形塑对他来说，第一个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一开始讨论到大罢免风潮的时候，好了，因为袁志坚也在，袁志待会会提到，因为最近有讲到，包括你的助理的前助理的什么什么这些事。那时候大家在讨论到叶元之的时候，会讲说，毕竟在所谓的深蓝铁卫军上面来讲，板桥应该比较少，巧芯他们会被视为松信区是比较深蓝优势区，是因为所谓的深蓝铁卫队多嘛，
他那个发言没有不对，那个时候大家讲，因为那个时候发言把他推上跟民进党直接对干的浪头上，而那个浪头就一点作用力反作用力就是这样，所以就一定会有很多人就讲，我一定要挺徐小青，徐小青这一趴绝对不能倒，他一倒，国民党就倒一片，那时候大家是这样讲的，是。那现在那些呢？就是徐小青跟在座的岳元之其实两个虽然都是具有这个国民党内高度指标性的人物，但是两个被关注的程度，其实我讲实话不一样。好，我觉得徐小青不是被操作成为他是打民进党的第一线，他自己想办法把他弄到那个位置上面去。那岳元之其实他其实很多东西是别人去质疑他或是什么的，就不是说哦你在立法院怎么样这样。其实老实讲，这个不一样哦，他也不是没有人会认为说岳元之，对不起，我这样讲对你没有不敬哦，没有人会说把岳元之冠上说他是打民进党的头号战将，没有这样嘛。徐小青说他拿命在拼，我完全赞成啊。哪一个立委会说神党杀神，佛党杀佛的，拿命来干的？没有人会这样干，但是徐小青就会。好，那问题就回来了哦。如果连徐小青这一种他已经做到这个极致，但是对于深蓝的或者对于他的这个所谓的优势选区来讲，大家却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面表态支持你徐小青，那请问其他没有他这种指标性的人，他怎么办？那请问其他没有他这种指标性的人，他怎么办？是啊，这第一个问题啊，不是他这种指标性的，连徐巧芯都没办法凝聚这个选区里面的人愿意在这个时候表态，所以他的那个部分，我老实讲啊，去讲有台的民调什么题目什么的，我觉得多了。刚刚提到说，原来在立委选举里面支持徐巧芯的人，有22%的人改成支持罢免哦。那你的投票意愿又没别人强，你原先的支持群众又跑。再加上20到29岁跟40到49岁都是超过70%的人，然后赞成罢免，这是有台的民调哦。20到29岁它代表什么概念？第一个，徐巧芯的问政风格，走年轻路线，当时跟费鸿泰在争的不就是他谁的年纪大，谁的年纪轻，那个都炒过台面。徐巧芯用他认为他可以吸引这个世代的方式在问政，结果有台民调很残酷的告诉你，20到29岁。有70%的人觉得应该罢免你。第二个，20到29岁应该也算是民众党会比较有把握的族群。那民众党在这个地方帮你多少？第二个族群是40到49岁，他一样有超过70%。这个族群基本上进社会一段时间，他有社会的上面的经济压力，有家庭要照护的压力，他比很多人，我相信他会更去在乎说。我今天在生活上面所有政策的改变或是怎样，对我会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我这样讲应该算持平。可是在这个族群里面一样有70%。如果有台的民调没有任何的这个问题的话，它显示出来的是国民党在这一段时间为什么讲说总预算案完了之后，突然大家对于这件事情是愤怒的？有没有因此而影响这批族群？同样的逻辑，当徐巧芯这么强的一个战将，理论上面来讲，蓝的支持者应该会不管。徐巧芯做什么事情，他都应该要踊跃的出来去挺住徐巧芯，因为他不能倒。但是这个呈现结果却不是这样。原先巧芯有对这个做出一些的说明，包括他讲说问卷是不是他觉得会有问题啊，或什么。当然这是一份问卷，问卷本身就是一个参考，也会有很多其他一些问卷出来，也会有其他一些民调出来。但是毕竟这份问卷，那大家总是会讨论到，尤其在巧芯这个选区出现像这样的一些数字。对你们所有国民党其他一些选区的一些委员来讲的话，会不会有一些的警惕性？那刚才我也看到，包括小金还有一些国民党的，不管是议员委员，在媒体上面对到这个的时候，有提到说，除了这个以外，是不是因为赖总统最近的那个17条讲法，也会让蓝营的一些支持者，那叫心生畏惧，所以不表态，是这个意思吗？昨天那个徐巧芯这个民调一出来哦。我服务处是没有什么人来反映的，因为大家可能都觉得说本来就很焦虑的，不需要再焦虑了。对，但是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在偏蓝区的立委啊，马上就回应了，他就说他的服务处来了好几批支持者，焦虑的不得了，就说连徐巧芯都明天投票，徐巧芯被罢免了嘛？那连徐巧芯都会被罢免，那其他区呢，不是也都一样吗？所以大家其实真的这个民调出来之后，大家真的是非常焦虑。那后来大家在讨论说，那这个民调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家以后是不是就再见了？是不是？对啊，对，可是实际上真的，我觉得跟徐巧芯讲的，我觉得有关呐。他说做民调的方式，因为他先问说你明天会不会投票？好，你会投票，他继续问下去嘛？你不会投票就先排除嘛？那不会投票被排除这些人，
其实绝大多数是徐巧芯的支持者，因为我们的支持者真的大家都不知道说，你如果反对罢免要出去投票，这个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地方都会遇到，我也常遇到，跟他讲说，他们很紧张说，那我们要反罢免要去哪里联署？我说没有联署啦，投票再出来投票我就不会去投啊，那个我就不支持那种罢免，我怎么会去投？很多人你没跟他讲，他真的以为是这样，所以巧芯的很多的支持者在这个民调里面，在第一个问题之后就被排除了，接下来问这些人都不会被做到嘛？那当然，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就是因为民调就是问说明天投票同不同意啊？同意就是比不同意多啊，同意就是53%，不同意35%，差距很大。明天投票就是会被罢免掉，所以怎么办呢？那你也只能趁现在是快3月19号嘛，那投票可能是7、8月。还有接近4个月的时间，大家就利用这4个月的时间，赶快宣传，跟支持者说，如果你支持徐巧芯的话，你一定要出来投不同意票，不是不出来投票。其实那时候谢国樑也是这样，他刚开始要准备要被罢免的时候，他做民调也是超惨的，大家也都是不知道要出来投票。可是他不断的宣传，挂那个大看板，还把不同意那个选票呢印在那个看板上面，一边是同意，一边不同意，叫大家盖不同意。所以我觉得这个民调如果在每个月滚动式做，徐巧芯即便是用一样的问法的话，徐巧芯的那个民调数字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还去看了他 TBS 前一波，他是做中正万华区，就吴沛憶一样的情况，吴沛憶同意罢免53%，不同意罢免35%。那我相信吴沛憶可能也没有到那么惨啊，也可能也是一样状况，就是他的支持者不知道要出来投票，因为我们现在全台湾啊，除了高雄、除了基隆、除了台中。或者是桃园中坜区，绝大多数的选区都没有投过罢免票，大家真的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焦虑也好啦。那利用这个机会，就是不断的去宣传，好，然后知道这件事情。那至于说我们支持者是不是因为赖清德总统宣布了这个17条，所以大家很害怕不敢表态？我不清楚，这我没有办法。就是国民党的一些议员什么在媒体上面面对到这些问题了，他们的回应意思就是说，所以蓝营的人才会有人做这样一些所谓的表态改变的一些的想法。因为我觉得选民不表态有各式各样的因素啦，有的人可能他正在洗菜啊，就不想回答，也有可能嘛，或者是说他觉得这个是不是诈骗集团，不想回答，甚至他可能觉得是不是查水表，也是有可能啊。因为你知道我的那个就是罢免我那个团体有一次啊，他就讲说他们的支持者被查水表，说哎呀为什么他们去联署罢免我留的是手机，然后结果家里的长辈市话电话响了，接到有人在问罢免，觉得被查水表，不是啊，那个就是做民调嘛，所以。大家不回答民调千奇百种理由，我不知道是哪一种理由。那就可不可以问一下，国民党传统上来讲，陆战强吧？组织嘛，陆战一定强，传统上，空战，你这次看到罢团那个空战，我平常讲那个创意真的是你都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看，因为真的太多了那些。那国民党现在不管是空战、陆战各方面，你有没有觉得从党中央以这样，你们有太多地方应该要检讨？空战就是比较慢啊。就比较慢，因为你们还没要罢免我们团体，其实在我那区活动的特别早嘛，老早就开始做宣传的，那个连DM都塞到信箱了，而且他们是从我记得是国会改革法案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塞信箱，那个时候是去年5月多，就已经在酝酿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从去年5月多到今天都已经10个月，那我们这边当然在空战上就比较被动，然后比较被动回应，然后最近开始启动，比较慢啊。但是我觉得虽然比较慢，可是还是有机会嘛，所以就尽量加大力道去做宣传。那组织的部分，其实真的是看个别的立委，那有的个别立委组织就很强，比如说你说像赖士葆，他都已经在文山区做这么久了，他的组织一定是很强。那平常心讲，我的组织就一定是比较弱嘛。对，因为我在选立委的时候，我的对手他的组织就很强，所以等我选上立委，我准备要开始。跟大家互动嘛，像我有一次去一个公庙，那个公庙就有一次跟我比较混熟，就说：“你有没有发现以前你来我们都不理你？”我说：“对啊，很明显啊。”他说：“因为我们都挺另外那一位的。”那我们现在渐渐开始要化解，跟大家互动的时候，就要被罢免了。所以我的组织就是一定是比较弱，所以还是看个人呐。那当然党，你说现在因为没有什么资源，所以他到底在组织上可以帮多少？我觉得是。还是以个人的努力为主啦。OK， 我不知道，所以你现在看的时候，一开始那个罢免风潮要起来的时候，有想过连包括比较所谓蓝营优势区
都有可能会打成或者今天是这个样子吗？那当然，过程刚刚讲不敢查水表或什么，你有看到有一些包括要罢团一些会讲说会碰到，我今天看媒体上还有一些讲说借公园啊什么什么这些，现在还会有这样的事吗？有啊，当然有啊。我先讲，就是其实看到 TVBS 这个有台的民调的时候，我其实还是蛮震惊的啦，因为必须说，从徐巧芯再到王宏威，他们都是在台北市。坦白讲，就是民进党的弱势的区域，就是国民党的优势选区。可是做出来居然有这么大一个差异，我觉得是因为从一开始国民党他们的策略就是错的，他们一直把这些公民团体推成说他就是民党的侧翼，然后都是民党去鼓动去发动。可是武哥你刚刚也说了嘛，他们的这个创意其实一看，我们很多民进党每次上节目都会讲说，嘿那是我们民进党的创意，我们没有这么厉害，大家真的太高估我们了。所以这一路以来走来，就会变成是说他们打错方向了。你一直把公民团体往民进党这边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错失很多空战的部分。徐巧芯他本身同样的他才第一届，然后他的组织一定是没有费鸿泰来的高。那么过去他都是以打空战见长，但是如果他在空战的部分，他所形塑的形象就是比中指啊，然后包括比这个阿达的手势啊。我想提一个题外话，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天是凯凯案的第4次的开庭。对。那么过去其实国民党做很多事情啊，都是完全罔顾民意。当时在立法院当中有一个这个画面，我让大家看一下，我跟你看一下。OK， 就是当时因为凯台案发生，然后在教育卫环委员会，当时王玉敏是召委，因为他是儿福联盟的董事，我们就说你不能当事人自己还主持自己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要求王玉敏，你要离开这个位置，你要让别人来主持都可以，代理主席都可以。可是当时国民党就是以人数优势，然后包围，那谁抢在最前面？就是徐巧芯。可是当时国民党就是以人数优势，然后包围，那谁抢在最前面？就是徐巧芯。包括这个他比阿达的，这个都是在同一天发生的，就是这个画面。那我要讲的就是说，今天因为这个事件，很多人都忘记了，可是徐巧芯他就自己去发文，他说凯凯案不能忘，我们要替凯凯讨公道。然后呢，还说，所以我们要有废死公投，要反戒严公投。然后你要知道，当这个两相对照的时候，大家又看到什么？你不去走组织，你现在又在打空战，然后你又要开始消费凯凯案，然后当人家拿出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就会说，本来大家已经要忘记你比阿达手势是为什么而比，只记得你比那个阿达的手势，然后也不记得你就是那个护在王玉敏旁边中间的那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你说仇恨值会不会增加？一定会，因为我自己认为，这个所有的这个所谓罢免公投，它其实是仇恨值的公投。我讨厌你，我就会去。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台北市政府似乎是在帮倒忙啦。这个就是罢团他们再一次的申请，要在公园里面就是要申请要去摆摊，要征收这个罢免的同意书。可是他们被拒绝的理由，居然是因为在这个月份，这个场地已经办过一个相同性质的活动了。那罢团就立刻贴出来说，他们找出了台北市公园申请的办法当中，这里这3点当中，第一个是活动违反设立之目的。然后再来是跟这个活动，比如说宴客啊，或者是相关的活动，也就是说这3个部分都没有，都不在这里头，都没有一个是同样的场地，同一个月份不能办一次。那么这显然就会让大家觉得说，你台北市政府，包括你蒋万安，是不是因为徐巧芯以前是台北市议员，他有没有可能去施压，或者他就是台北市的立委，他有没有可能去施压？不管有或没有，我觉得这种做法就跟之前的友善店家被查水表其实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推到就是，其实我就整理了一个表啊，这个表是我昨天总质询的时候拿出来的，至少从去年到今年有超过10个都是罢团在路上就被随意的包括羞辱、被揍。然后被比中指，然后像这个过程当中，他都一点一点的在帮罢免添柴火，然后再累积这个仇恨值。所以
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你看，包括叶元之在内，他也没有办法去讲友台的民调是假的，因为它呈现出来的氛围就是真的，所以他们只好赶快拿出另外一个民调说啊，没有啦，我们做的比较精准啦，所以我们内参就不是这样啦，然后来自己吹口哨仗胆，然后甚至于把费鸿泰拉出来，我觉得只有快要被抛弃的人才会情勒，你知道吗？你知道把费鸿泰拉出来不就是情勒吗？就是说你现在你敢分手，你敢分手就是对不起我，你敢分手你就是要让我们一起同归于尽。所以我自己会认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国民党的策略错误，包括他们一路以来就是把霸团往我们民进党这边推，然后他们不断的去帮自己添柴火，最后是走没有路之后，现在开始要什么反戒严，然后反废死，然后结果没有废死，也没有戒严，因为你知道一旦废死的话，那不可能有这些法律上面的执行，那不存在的东西你要硬推的时候，就会让这些中间选民。可是中午是不是要在立法院，就是这2个公投的议案要出来？对，因为他们如果要用立法院的方式来表决，那么一定会过关，因为立法院从过去1年多以来，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就是不论什么事情，它就是逕付2读，然后也不在委员会讨论，然后甚至于有那种表决，他已经逕付2读了，可是他拿出来的版本又不是逕付2读的那个版本，又是另外一个天外飞来一笔。我必须老实讲，可能叶元之都不见得知道，因为有时候放到我们桌上啊，都是热腾腾的。如果他说他知道，那就是先透让国民党看，不让民进党看。那如果他说他也不知道的话，那就真的。国民党就是在把立法院当儿戏，所以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公投的版本到底要怎么做。也许他们也可以先来一个版本，然后发现这个版本不妙啊，等一下表决前3分钟再拿一个新的版本出来，完全都是没有讨论的。不过现在看起来的话，今天有一则最新的新闻是，民进党的秘书长林右昌已经正式宣布，从即日起，然后民进党的所有全国各县市党部跟党公职的服务处全部都转成民主联署站，意思就是。可以这样解读吗？我不知道，或者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民进党现在全力卯下去了。第2阶段，从这个林右昌宣布这件事开始，表示民进党正式在这一次的罢免里面，不只是罢团，民进党整个也站到第一线来。虽然过程当中，我知道蓝营一直在质疑说，你们本来就是在那个那就是你们在弄。可是从林右昌这样宣布，是表示真的这样下去吗？而且以您来看的话，长期观察国内政坛，国民党为什么这仗？会打成到今天会是这个样子，你可不可以解读得出来？我觉得民进党如果变成联署阵的话，你当然你必须要讲说他的确是参与了，他就真的就是参与了嘛，就是我已经在收，我已经在那个你包括当然背后或许是霸团，你最后也要整理到霸团那边去，就是你真的站到明面上去，我觉得35-0这种数字会让原本不愿意动的会愿意动啊，原本觉得我可能会必须要承担责任，那这时候我可能就会更有意愿跳出来，而且要玩就玩大一点嘛。这时候你再去玩算那个什么3席5席没有意义了嘛，对，这时候就是要拼看看有没有。就是你刚刚讲35-0这个数字，会让就是要罢国民党的人，本来他意兴阑珊。这时候他会讲出来，不是啊，会让绿营愿意嘛，愿意出来。那蓝营这个地方，也许本来有人要，但你都已经搞到35-0，我再多一个也没有意义了，算了，那个会更消沉一些。就是我觉得，比如说民进党他原本不愿意站到第一线，一直要讲说我是霸团，就是我不愿意承担那个失败的责任嘛。可是当35-0这个东西出来之后，我就聊了呀，好，我就要拼，这时候再去这也没有意思，就是这时候就是要正面对抗，把那个气势拉高，好，能够过20个，过25个最好。哦，原本可能是原本之前还有一些可能只算3个5个，对。现在跟你讲说，我2阶段我要过20个，好，因为才有办法才会更好的造势。那我觉得国民党的问题是在于说，国民党策略从来都没有对过啊。你就说，你原本是护霸是一种做法，好，被霸是一种做法，好，原本是要护霸嘛，对不对？你现在是被霸嘛，因为你35-0嘛，是嘛？好，你现在虽然说补件补了12个，对，这12个就算都过关，也不见得能一起投票嘛，对，中选会可能用这个时间差说，你们2个分开投嘛，对不对？也有可能。好，那然后然后国民党现在又说要绑公投，那已经跟你讲了，公投绑不上之后，所以有人说没有关系，绑不上也无所谓。那你是在装孝为吗？就是说你要去试着去找中间选民嘛，但是没有嘛，所以你会看到说，本来以为徐巧芯最惨，现在看国民党的内参民调告诉你说王宏威最惨，
就因为你冲在那个第一线嘛，可是你第一线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你们为什么总在做蓝绿对抗，总在做你们自己的事情？刚刚讲的凯案好吗？就凯案好了，你去修个法不能修吗？那你告诉我说你们在立法院要做什么嘛？就替人民做一些东西嘛？为什么做的第一件事情都是你们的？而且当你站在傅昆萁旁边的时候，你怎么会不死嘛？当初徐小新口中的病毒，就的确，我跟你讲，的确很多蓝的看到傅昆萁也投不下去啊。那你今天国民党要做蓝绿对抗，还拿傅昆萁当招牌的时候，你当然会出事嘛？你没看到民进党现在每天满口蒋经国，对不对？每天民进党每天都在讲蒋经国，你国民党每天抱着傅昆萁，你这样是要怎么玩？所以国民党必须想清楚，就是说现在状况是说，党中央的策略已经告诉你说全部都错了。当初的互霸也没有了，绑公投现在跟你讲说公投绑不上也无所谓了，所以就国民党立委就是不用去想党中央了，你就要去想的是说我怎么去做我原本该做的事情，就是谢国良那个 demo 在那个地方，你不能抄答案，不能抄错。他告诉你是说中间选民很重要，不是我的支持者很重要，你支持者全部出来也没有用。那问题是你现在看国民党的上下，哪有一个在关心中间选民在做什么，要什么？没有啊，通通在讲的都是讲你自己啊。其实你说以那个军法制度来讲。你是国会最大的党嘛？其实你现在的状况就可以做嘛。除非你说你对这个东西的民意不清楚，好，这个决策你不敢做，所以你立法院去提公投，这个有道理嘛？但问题是你国民党现在所有的提公投，所有人都知道你提公投就是为了罢免的时候，你怎么办就有办法去感动民众，让民众说我必须要支持你。OK， 但将军。这个节骨眼上面要把费鸿泰拉出来，或者这些好了。如果今天开记者会是费鸿泰委员坐在旁边一起，那个氛围一定不一样，当然不一样，就表示说我们众志成城，我们这一席绝对不能丢或什么。可是当黄旅说有必要的时候找他，什么叫有必要？是指第3阶段投票吗？就你在很多过程，尤其你今天就把费鸿泰委员要拉出来，某种程度来讲是表示这一区真的已经到非常紧张的地步了吗？其实，在徐小新的松信选区到底是费鸿泰前委员的组织强，还是徐小新的组织强？我相信不用我说，费鸿泰的组织强过徐小新太多倍了。而且呢，在地很多的社团，甚至以前我们的那个党黄复兴党部，跟费鸿泰的关系非常好。我们以前黄复兴党部办任何活动，我几乎都会看到费鸿泰，因为就是同一个位嘛，他们的那个属性跟想法是相同，所以他的组织而且费鸿泰委员的哥哥费鸿波，对，那个时候是上将，海军上将嘛，对，上将当过海军司令的，所以我讲整个费鸿泰对于军系这种所谓深蓝的这种组织盘非常厉害。整个费鸿泰对于军系这种所谓深蓝的这种组织盘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那么我说为什么这次黄旅会突然间提到费鸿泰，会不会是因为这件事？这件事情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曾经在这个中国战场剿匪过的90岁荣民也出来联署罢免徐小新2阶段。你认为这一件事情震不震撼？震撼。他理论上应该会被划成就是深蓝的，一定是深蓝的那一块。我可以保证，这位老前辈在2024选举的时候绝对投徐小新，绝对投徐小新，他不可能投民进党，因为这些深蓝的前辈我太了解了。这国民党叫他投谁，我告诉你，打落牙或血吞，即使他没牙，他还是要吞。我跟你讲，只要国民党叫他投谁，他就投谁，毫无怀疑。可当这样的前辈出来罢免了，各位，这是徐小新可承受之痛吗？无法承受。为什么说无法承受之痛？他不知道要从哪里来修复这一块。因为徐小新就不是军系的，他就不是深蓝的。徐小新不是深蓝，我一直在强调，当徐小新刚刚从国民党里面发迹的时候，深蓝的是不喜欢他的，因为他是在对国民党提出一些非常刺耳的批评。
尤其是对于这个深蓝的黄复兴党部，尤其是对于国民党这种所谓的现任优先的这种提名方式，他是很用力的批评。所以当时我在深蓝的这个团体里面，很多人不欢迎他。那你认为这些人突然间现在就会欢迎他了吗？我告诉你，还是不欢迎。只是因为国民党指示他们要支持，所以这些深蓝的、铁蓝的非投不可。可是当松动了，这真的是松动。大家认为只会有一个90岁的荣民来联署吗？对，因为他90岁，他的目标明显。大家一看说，哇，这是深蓝的。那么有多少像我这种年纪，甚至比我还要年轻的职业军人，或者是从前是黄复兴体系下面的这些党员出来联署，你看不出来啊？你看不出来啊？你不知道他是不是深蓝，因为这位90岁的前辈出来，让大家体会到哇，深蓝松动了。因为有22%曾经支持徐小新投他票的人，他出来罢免。将军，你刚刚讲为什么这时候要提费鸿泰委员，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或是会不会是像您刚刚讲这位老农民伯伯，然后他出来投，因为有人在过程当中一直有一段的谣言耳语是也不算谣言，就是讲说有一段的耳语是讲说，如果要是徐小新被罢掉的话，这个选区一定要就重新补选嘛。重新补选的话，那是不是费鸿泰委员？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再重新来跟民进党角逐，这一区还是蓝的啊，还是费鸿，会不会是因为这样的耳语多了？再加上这样的老农民伯伯出来，所以黄旅他们会说不得了，这时候一定要把费鸿泰委员请出来，告诉大家说没有这个后面那一段，那用这个来消除所有的耳语，要不然的话这一路发酵下去也不得了啊！这不是耳语啊，本来就是嘛，本来就是嘛。大家想想看，费鸿泰委员在松信这个选区经营了这么久，你认为他不会有一个始终的盘吗？当然有啊，一定有个始终的组织。现在他还在经营，他并没有缩掉，并没有不见。那么这些人，即使他出来罢免了徐小新，他会在松信这一区去支持一个国民党以外的候选人吗？不会。这22%还是原兵回原单位。OK， 原票回原票柜，他一票都跑不掉。但是目的在哪里？其实我强调了很多次，这些罢免团体，他只是要罢免徐小新。未来选谁蓝绿他不重视 ，OK， 但是他说我要罢免的是一个亲中亲共的立法委员，那么下面一个选出来还是国民党，但是希望他不要亲中， 这就是一个选择。另外我再强调一个，我说国民党现在为什么反制的手法这天下大乱？大家想想看，提出2个，礼拜5要表决，就反戒严嘛，一个就是反废死。大家想想看，反戒严为什么？因为戒严太严了，太紧了嘛。戒严，人民没有自由，生活在恐惧之中，太紧了，所以我要反。那废死呢？太松了，太松了，一定要有死刑。像这个所谓的凯这个案子，这个很多人把行政院的平台都冲到宕机了，所以反戒严是不希望太紧，反废死是希望不要太松。你到底是松还要紧啊？你穿弹簧裤算了，你不知道你要走哪条路，所以我才说国民党的很多支持者说，你们可不可以把口径一致，要紧就紧。要松叫松，不要模棱两可。然后再补充，我跟老费真的熟了，所以我要帮他讲一下，因为我大概他还在做立委的时候，我每天坐在他办公室写稿看报纸啊。那我觉得第一个老费跟黄旅很好，他跟钟小平的状况是完全不一样。黄旅不会回过头来害老费，这个我想委员可能知道，老费跟黄旅真的很好。那老费基本上是。当然，他的状况他也没有要再选呐，因为国民党在那区也有人呐，所以你说老费会指望他会希望徐小新落选是不至于。他徐小平现在问题说，他当初跟老费真的是杀的刀刀见骨，杀到有一些包括杀到连里长都被牵连在里面。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他补完有没有修补好？但你说如果说他真的有黄旅真的要的话，老费是会出来，就是说你都已经。输到这了哈，你还去做小鼻子小眼睛，就你该拜托人家要做什么的时候，我说老费就一定会出来了，就说你只要有开口，他就一定会出来，因为就已经输到这边，何必在他留一个小鼻子小眼睛一下？而且我必须要讲，这一区国民党这个区跟大安区有点像，国民党后面还有一堆人可以选呢，还有一堆人等着排队了，对嘛？所以我说为什么今天会把费鸿泰委员要牵出来，原因就是因为那个耳语只要一直不断发酵，最起码对小新会不利嘛。但是我觉得这样对老费真的不公平，他就没有他黄旅跟
的关系其实一直好，好不好？所以你要说黄旅要陷害他，或者说黄旅要把话塞到他嘴里，其实真的不是。没有，黄旅没有要陷害老费。我也相信费鸿泰委员，如果黄旅锦如主委，一定会出来，但是不是费鸿泰委员的问题，是费鸿泰背后那个支持他的组织的问题，放下了没有？这才比较重要。不，明凤，现在看起来的话，所以这一区从这些讯息来看，我就讲，真的是已经从当初大家一开始讨论的那个觉得，最起码太平盛世的那个状况，现在已经是打到大家乱成一团的状况了。而且刚刚你从袁哲的口中讲，这不是这一区的问题吧？是很多，尤其当初都觉得是蓝营的优势区的人，会觉得徐巧芯那一区如果会变成这样，那其他这些地方那不是挂一片？是啊，费鸿泰是无辜的吗？费鸿泰真的不是无辜的了。在那一区人都知道，费鸿泰本人是不想选的，因为他现在找到一个好工作。但是费鸿泰的那一区是很有人，很多人想要去推某一些人上去，然后自己可以选别人，还是有人想要取而代之。对，但是费鸿泰的，我就听过嘛，费鸿泰很亲的人都每天都往许淑华的办公室跑啊，然后费鸿泰的庄脚也是在这个霸团里头串啊，那串是为什么？串就是因为对徐巧芯不满嘛，那所以徐巧芯不满，他们会不会下次选民进党的人？也许也不会，但是他们就觉得说费鸿泰就比较像立委，徐巧芯就不像立委嘛，所以我就先帮忙把他罢下来之后，谁上去选再说。所以说费鸿泰到底是不是无辜的？我觉得也是一半一半啊，他个人是没有什么行为，但是他很亲的人，包括他有很多的支持者，每天都在那个反对方里头转，所以说他今天为什么会点费鸿泰？但是你这样子点也是不对的啦，你这样子点让费鸿泰下不了台，当然就会觉得说，这样支持者，他可能会觉得有点痛喝的力量，你们支持者不要再往那个许淑华办公室这样跑了。可是你应该私下去拜访这个费鸿泰，请费鸿泰出面约束自己的家人也好啦，我讲一句，自己的家人也好啦，或是这些支持者也好，不要再往霸团或是许淑华办公室转了嘛，那一群人大家都知道嘛，所以今天为什么会点费鸿泰就一定要讲到这份上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没有说费鸿泰要选，因为我已经讲过，他现在找的工作好得很，他不需要再选了。但是那一区就是有人要煽动风雨，他要推的人就是现在议员这个有人是什么？有人想副议长升议长之类的嘛，就是这样子嘛。你怎么了？怎么了？没怎么了。敏凤最可爱，敏凤每次讲一讲，就会把要不就人名出来了，要不就是那个具体的关系出来了。他讲一讲都讲。可是敏凤，我刚刚讲，所以这一区只是一个表征，就表示国民党蓝区没有真的叫做蓝到你不会有问题的区啊。所以我就说，你国民党的战略就是错的。我今天写一篇文章，就说你们像你们这样子就说。为什么民进党要投进去的？民进党投进去就是促成二阶会成，对嘛？就是促成二阶嘛。那二阶会成的时候会达到多少席？20席搞不好是有可能的啦，或是到30席。昨天那个霸团人算给我听，他们很有把握，就15席而已左右。可是如果你民进党再下去的时候，会不会35席全过？或是不要讲35席啊，我觉得江启臣应该也不会过了，或者林佩奖应该也不会过。你到20几席就很夸张了。对，你到25席左右，我就问你国民党怎么分析这个战场？这个战场还是个别立委的吗？还是它已经是一个中型选举的战场了？中型选举的战场，如果你每个人都要去点的话，那你顾得了谁呢？每个人都要去点的话，那你顾得了谁呢？所以就会像徐巧芯、王宏威这种深蓝，还有傅昆萁，这是中奖都是深蓝的，那个仇恨值很高嘛。那个人那为什么那个罗智强一直躲？他就是要，所以说你国民党中央，你到底是要热战还是冷战？你当然中央是要热战，这是一个中型的选举了，你当然要热战。
那你个人的话，你就不要去点说哦，院资你的服务要多加强一点。那你不是把院资拿去加柴火烧死吗？就个人的仇恨值不要再往下降。对，所以你要整体要党要担起来这种热值嘛，就是热，就是像一种选举时的形态。我是党对党的，我要打成党对党的，我全部都是烧国民党的，烧国民党中央。那你国民党要有火力，那我昨天看你们的节目，朱立伦下礼拜才要要什么论述什么东西出来，那很好笑。那个卓荣泰已经在上面讲说，再也不能够这么野蛮。这个就是复制这个所谓再怎么野蛮不能删预算那个经典的文宣嘛。那口号都已经想好了，那现在已经下去了。那你们国民党每次都搞那个公投。那个公投，我请问你啊，就算是同一天，有人会为那个公投出来投票吗？那个是没有吸引力，因为那个没有正反方的公投。你可能甚至辩论的时候找不到正方的人，那种人怎么会吸票嘛？怎么会顺便盖什么不同意？然后所以说今天我上礼拜炒倒阁，今天有条新闻，倒阁从不讨论到内部激战。现在国民党内部已经开始对，那你倒阁意思是什么？倒阁意思就是变成党对党嘛。党对党的时候，整个就不会烧到个别立委嘛。就算他们内部激战，民进党会理倒阁这件事，所以你就是已经晚了，而且你自己就算白银加入，然后两边同意过半，我告诉你，赖清德最多好吧，你们要这样，我换一个行政院长，谁规定我一定要解散国会啊？所以你们的情势搞到你们自己很困难，因为赖清德一开始啊，在问的时候，跟企业家在问，有企业家在问，那些人说不会啊，我们不会推大罢免，然后民进党不是被基层骂了要死，然后骂到被迫要下去吗？那为什么会进展到现在一面倒的情况？就是你们整体上面，如果你们今天有15个筹码在的时候，那倒阁的东西全面党对党的时候，那你说民进党会不会比较同意？等一下，不是有12个？蓝营讲说有12席，第一阶段会过，高雄可能也有，就算一算，大概有14、15个第一阶段会过。蓝营也说他们第一阶段会过14、15个哦。那有个附身份证啊，我就看你怎么连啦。你今天连成这样子，那也是不同期啊。所以我不管你有没有连成，你现在就是当时最差的35对0来打好了。你整个选战的策略你要调整一下。因为你这样子，你没有整体拉起来作战的时候，个别立委就变成箭靶，所以会打徐小青的什么个别什么事情，就像李彦秀美国，你看在总统跟立委一起选的时候，大家就关注总统嘛，然后李彦秀那个美国方就逃掉了。那你现在如果有20-30个立委被罢免中，你当然要打成一个大型的选战，这样才能够集中在火力在你的党中央上面，你要出来扛啊，你要出来扛，你叫岳人之出来扛。不是，我叫他出来扛什么？叫朱立伦啊，还有总召要出来扛嘛。那我觉得最后的机会就是你们那个总预算的东西，总预算你们好好修正一下。真的，你们只是要那个面子丢一下，我觉得那个仇恨值会低很多。可是，一切讲都太晚了，我现在就不晓得你们怎么论述，弄成党对党才会保护小鸡啊，否则你们没有弄成一只大鸡出来，那个小鸡就是个别被击破了，就是这样子嘛。袁师，你有没有注意到，刚讲35比0，当这个数字出来以后，好了，就算国民党现在讲说大概有12到15席是绿委的民进补件嘛，对，你们还加了一句话说，中选会如果不卡的话，应该都会过，OK。可是即便是这个样，为什么刚刚米凤有讲一个，你们这些小鸡？到底有没有母鸡会愿意伸翅膀保护人？要不然的话，每天你们一个委员出一个事，大家讨论一次，然后被报一件事，大家讨论1个礼拜。绿营的委员你们都没有事情要报人家，没有，我就讲院子的事情已经够多了，那你还弄一个院之防线，那院之防线，然后黄旅还说我们要帮院之，那所以霸团就通跑去打院之，那你这样子叫大鸡在保护小鸡吗？对啊，第一个就是说。现在到底35比0还是35比10几以上？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个人关注的点了。对，因为你只关注一个地方。对，因为这个东西啊，其实牵涉到2个层面啦。哈，就即便是35比10几，现在也不是同一天投票了，一定不是同一天投票了。因为他们已经比我们至少慢1个月以上，搞不好我们已经投了之后，就算他们2阶过了要投票，也是1个月之后的事。然后第二个就是35比15好了啦，这也是1阶。那2阶那个动能，我不知道各地的霸团。怎么样嘛？譬如说，以我们板桥来讲，
之前大家一直建议就是说，哦，是不是要去霸张宏陆？那为什么霸张宏陆？因为我们板桥其实楚英也是板桥，板桥很小，没有在分东西啦，没有在分东西，那是因为为了立委选区硬分的东西，所以它就是一个板桥。那现在如果板桥东被推动罢免，那板桥西线无战事，那全部的重点都会集中在我这边嘛，所以很多人就说，那去霸个板西，大家震动一下嘛，对，而且。本来一开始罢我的理由是说，我只有赢2000多票嘛，柿子要挑软的吃嘛，罢免要罢叶元之，所以就你自己干嘛练得这么顺？对啊，对啊，你自己干嘛练得这么顺啊？因为他们太活跃了嘛，所以我也会受影响。对啊，被洗脑了。然后就那个带柿子头跳什么阿巴兹，我都知道嘛。那好，那张宏陆其实赢几票？他也是柿子级的，他赢4000票而且他是每一次赢的选票是越赢越少，之前赢2万票，现在只剩4000票。那这边也是柿子，东柿子那边西柿子啊，两边柿子一起霸啊，对不对？那这时候整个板桥的人东柿子比较软，西柿子比较软，东柿差不多，差不多。对，那所以一起霸嘛，那整个板桥大家才有那种感觉 feel， 就是说，在对决，那你们为什么推动好霸那个没有推动的？对，那就是第一阶段。动能比较弱嘛，所以比较晚还要补件。那如果说第一阶段过了以后，第二阶段动能又不强，那实际上有没有霸张宏陆，对我来讲是一点影响都没有。我们就是自己在那边应战嘛。那有影响。如果你在这个月内真的联署到绿委的话，那个会影响到那个政治判断。我告诉你，那不是说。当然投票是不同日期，但是我如果说我弄完30个之后，我还有15个要打，那就是整个是一块了。如果你时间只差1个月，最起码气势上来讲的话，起码你们要联署人出来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重点就是说那个动能要出来嘛。如果说只是一阶过了，然后2阶也没有什么动，那更惨。你这对啊，因为人家就觉得说，你看两边都在霸啊，东区这边这么热啊，叶元之一定有问题，西区西线无战事，他就会变这样子嘛，所以我觉得很难预估。那我们那边的霸团确实是活跃度应该是全世界最高的，全世界曾经有推过罢免，全世界最高的，就是10几个。没有了，徐小新他也会觉得他那边的是很高，王宏威也觉得他那边很高，排队排到凌晨不高。10几个联署站，然后那个选举的那个他们的。罢免我的那个规模，大概比一般人打选战还要。那今天像林右昌宣布的那现在的话，等于民党所有的公职人员的，包括党部或地方的那个联署站，又不知道加了多少。对啊，所以整体对你们来讲的话，雪上加霜就很。那你们都没有任何反制的一些方式？有啊，公投，我们就公投。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好棒哦！你知道我们那边的霸团多，这个帮我美容我的眼睛有没有？这是我一个看板。他们还去我的那个看板上面贴眼睛，然后把他们罢免贴到我眼睛上。我跟现在的霸团啊，现在都是有道德制高点啊，只要我罢免有什么不可以？现在就是这样啊。然后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反制呢？给大家看一下，就顺便宣传一下，3月22号介寿公园晚上7点到8点半，还钱于民政策说明会，这是我们党部办的。所以现在当然也会要利用这种比较大型的类似选举的大型的造势说明会，然后来诉求到底我们跟民进党的立场有什么不一样。那当然我知道大家对于公投有很多批评，确实是有非常多。大罢免跟还钱于民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立场的诉求嘛。因为罢免到最后，其实真的都会走到蓝绿，所以你看绿的就会一直骂我们蓝的嘛。那我们蓝的就会一直讲说，我们其实都在监督政府啊，我们把关什么预算啊，然后我们把整个预算还钱于民啊，如何，就会变成一个在制立场的诉求。侯友宜会不会去力挺你？他会去，他会不会力挺你？他会提你的名字吗？其实他一定力挺我啊，只是说大家会期待说他说出什么样的语言嘛，对，因为对，他当然是一定是力挺我。像我现在如果跟他一起出席，就是他的活动，好，比如说，像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一起出席一个幼儿园的嘉年华，我有去嘛，他特别就会提到说，我们福州的非营利幼儿园，我就协助去跟中央争取预算嘛，对不对？他就会带到一下说我们政绩，然后。中央地方就是一起努力为板桥做什么事，他其实一直在做这个事。那元之，请问一下，我刚刚就讲，那国民党一个委员只要，因为我今天看报纸，好像又有一个区的一个委员也有一些争议的事情，你知道一讨论起来，大概最起码2天、3天，那整个版面这样一站，啊，像譬如你的一些状况，前一阵子的那个什么前主人一些事，那件事情，尤其是在告别式的那个时候贴出来那个告示，对你来讲不是很伤吗？对啊。那件事为什么会这样？
你中间过程都没有去就跟家属之间我们或事情发生的过程，其实发生这个事情之后，后来我们发现说家属不谅解我嘛，其实我也有非常多人就给我很多建议当然有人是讲说，你是不是直接去找家属打电话给他？那也有人说，千万不要直接打电话给他，这样太冒犯。所以我后来其实也有透过很多我认为可能有认识，就是共同认识的人，然后想说是不是可以去跟他致意，然后取得他的谅解。好，但是就一直没有，但是他们就一直不接受了。所以后来告别式，其实也有人讲说，那不然你告别式你就去。那我说这样子不是人家不开心吗？你去给他骂啊，这样对你来说比较好。可是我觉得不能完全考虑我自己，因为毕竟人家办告别式不要说去让人家不高兴，对，所以我后来是选择不去，但是我是前一天也有再去灵堂试着看看说能不能遇到家属，那后来也是没有遇到啦。那后来当然告别式就看到那个牌子嘛，那当然这个事情对我来说，其实我看到这个对我来说，大家可以想象嘛，这个压力其实当然是非常大。那隔2天之后就是昨天啊，那个劳检，大家看到新闻就是劳检处来我这边劳检，对，就是。来台北市劳检处，台北市劳检处来有劳检。那当时我是人在板桥跑行程，然后大概10点11点的时候，助理就打电话给我，就说有人来劳检，然后问我可不可以回办公室。我就说可能没办法回去啦。那我当下跟助理说没关系，他要我们干嘛，我们就全力配合。好，然后昨天晚上的时候，台北市劳动局他有发声明，他有讲说是因为有人检举说我是不是有不当的辞退助理，还有就是我有不当辞退助理是指说他是不是在请病假期间被我辞退，然后第二个是说我是不是没有让助理去请病假，因为原本大家的印象都是看吴坤玉写的一则简讯嘛，那个简讯就是这样子写，简讯就是这样写，简讯写说什么有一天他就是我们助理那个前助理他身体不舒服，然后就同事就劝说他回家看病，然后看病之后隔天他躺在什么病床上床上打给我请假，然后我就说我就把他辞退，实际上就不是这样，实际上他在前一天就是吴坤玉讲的那一天，他就已经请辞，就已经离职，所以他没有必要隔天还要躺在床上跟我请假，所以就不是这样。那这个后来反正有人因为这样子就来检举，那我觉得 OK， 检举我们全力配合。那他需要什么资料我们提供给他，然后他要什么我们都如实告诉他。那我也希望说可以借这个机会去厘清外界质疑，并没有大家讲的这样子，什么他因病期间我把他辞掉，实际上是他也提了辞职很多次了，那大概在1月10号离职的，所以不会有1月10号隔天再跟我请假问题。第二个，请病假我们从来没有不准，从来没有不准任何一个助理请病假，不让他去请病假都有，所以如果这2个事情被检举的话，那我们也希望说劳检处他调查完之后，可以把他调查的结果公布给大家知道。然后因为我讲大家一定不相信，现在就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很不信嘛。我讲大家一定不相信，那他把具体东西拿出来。然后因为我讲大家一定不相信，现在就变成信者恒信，不信者很不信嘛。我讲大家一定不相信，那他把具体东西拿出来。然后昨天因为他来劳检，其实他来劳检，他说他是为了调查我到底有没有做那几件事情霸凌助理来劳检，可是他还没有把那件事情调查清楚，他就认定了我有另外3项不合格嘛，一个是我没有打卡钟嘛，然后另外一个是我没有助理的差勤嘛，还有一个是我没有根据治安法设置一个什么职场暴力预防机制。好，我都认，对我真的没有那个打卡钟，但我没有打卡钟不是我要苛刻助理所以没有打卡钟。我相信很多立法委员都没有打卡钟，其实是因为了要给助理比较弹性，就比较弹性。我觉得反而有打卡钟，助理会更不爽，因为他有时候比如比较晚到啊，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没关系。但是为了符合法规，我全部都改进。我们昨天我昨天我们办公室里面讨论说怎么样确定说大家上下班的时间可以有个记录，然后那个什么治安的东西我们也有在研究。但是昨天的媒体的报道标题都是这样下哦，什么涉霸凌助理，然后劳检处认定叶元之3项不合格，所以这个标题就杀人啊！标题就是直接劳检处就认定我霸凌啊！其实这是两件事情，这是2件事。
老检认为我没有打卡中这个事情，我觉得我们就改进。但是到底有没有不当的辞退，还有到底有没有不让他请病假？我希望劳检处调查完之后，可以给外界一个说法。那台北是你们家的，现场大家有任何五哥，我们家的人呢？对，我是说自己找你自己麻烦吗？我没有从连蒋万安都要找你麻烦，那你就完战争了，完蛋了。没有他，因为有人检举嘛，他有人检举，他必须要来嘛，所以我们不会怪他。我真的要讲，这今天的立法院其实有一些跟助理一些讨论，昨天那个真的是莫名其妙，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王秋东他自己，他老婆以前是议员，他以前是韩国瑜的局长，对不对？你到了台北市之后，你去收立法院，不用跟韩国瑜讲，检察官来收都要取得院方同意。没有收啊，劳检，那不是一样？今天来劳检，明天来消防检查，后天来安检吗？跟立法院是可以这样玩吗？对不对？而且立法委员哪一个立法113个立委哪有一个设打卡钟的？谁设打卡钟？你不是说立法委员的劳动问题你不能查，但是不是用这种方式去查？你今天王秋东有本事，你去明天发函议会，叫他每个抓大卡钟，我算你有种。你敢跟台北市议员讲说你们没有撞大卡钟吗？对不对？你作秀做过头吧？所以你们党中央要不要去跟蒋万安讲？敏凤刚刚讲，可是这是台北市劳检处啊，所以有很多人所以这蒋万安才要去检讨啊。这跟党派没有关系，立法院不是你这样玩的，不是说立法院在你台北市，所以你今天台北市长对立法院做什么都可以。对啊，明天来消防检查，后天来安检，人整批这样带进立法院，那像话吗？这是国会，拜托，就是这样子的无能嘛，所以连这种事情都会发生嘛，已经到这种时机点了。你说这次的劳检到底要不要需要？我说实在的啊，那个立委，我跑立法院很少被立委办公室被劳检，你是第一名，从来没听过啦，你是很少，根本就没有听过啦。好了，可是整件事我们刚刚就讲，它不是单纯一件事啊。你说有很多时候是一区，但明明是一区的事，它可能会外溢到其他区。那你说副总的那个花莲是特别明显的这一块，可是首先我想要先问一下。现在，今天你们宣布，就是说，等于说所有的党公职，所有的地方全部都好了，大家的解读就是民进党正式聊了起啊。当这个聊了起的时候，你们现在是整体上现在是已经气势高涨到，让你们觉得这一仗必成，然后或是有什么样的设定目标，或是像这个礼拜6，本来是花莲跟台北，对不对？对。后来把台北延，对，因为怕万一2个地方会分散掉媒体，我解读是这样啦，怕会分散媒体的焦点。打最重要的，打蛇7寸的概念，所以就全力摆在花莲。你们觉得花莲这一仗是一定要拿下来的吗？应该是这样说。首先，第一个当然就是回复五哥讲的，为什么第2阶我们现在全部一起就是由秘书长林右昌来宣布。其实主要是我必须强调哦，包括连我这种不分区立委，我都接到很多电话，在前一阵子我一直被骂，就是说林楚英，你难道只会写脸书吗？对啊，你难道只会在电视上说吗？你难道不能做些什么帮忙这些霸团吗？那我认为更多区域的，包括议员哦，比如说像前2天开始有议员也自己主动开记者会，或者是在他们的脸书上面宣布说，我们来协助收联署书，因为毕竟第2阶其实很不容易的，包括你要有在10%的人投票人口，其实是很难的。第1阶是1%哦，对，1%很容易的。虽然说国民党还是出现很多什么死人联署啊、往生联署等等，但是对比这差太多了，所以确实还是需要协助。而且我也觉得，其实民进党在过去一直以来，我们其实都跟民众是站在一起的时候，那这个如果是民众希望我们做的，我们真的是要一起。以上个礼拜的礼拜6跟礼拜天来说好了，我们的那个场，对，台中场，包括桃园场。我们的场子外面都有霸团来摆摊，那么也确实对于霸团来说，他们现场就可以，因为很多人你要他特别走出来，然后去签联署书，那个毕竟还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如果他不如就是去听你们在宣讲的过程是，所以我也必须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确实礼拜6、礼拜天，那么在收联署书的部分快很多，那么也让霸团可以有一臂之力。所以这个确实是我们必须这个时候不能再去逃避，或者是在遮掩，因为过去一直以来我们的想法都是很简单，就是一开始真的都是公民自主的部分，但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自己都上街去讲，立法院这1年来我们面对的状况就是这样，那这个结构就是要改变。那至于你说像花莲这个部分呢，我必须讲，因为花莲的交通上面的问题你其实就举说，现在包括那个院长，好，然后或是一些部会首长，或是一些立法委员，你礼拜6过去之后，你礼拜天还要再赶回来。其实，在这个路程上面，还有交通上面，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把这个目标放在花莲也不错。尤其是傅崐萁，我必须要讲，他以他现在这个形象，我身边其实也有很多军公教的朋友，他们是知识蓝，他们并不一定是支持民进党，但是他们看到傅崐萁那个形象，他们觉得无法忍受，所以他们会愿意站出来。帮忙协助罢免，然后目标其实是傅崐萁啊，因为傅崐萁他现在累积的形象，你不要讲说他曾经是有什么经济犯呐，包括他现在被查，还好意思讲说什么政治追杀，我就说你自己有个这么多前科的人，马英九时期你都被查到哪里去了，你现在怪到我们这边来，大家听了也不会相信，就觉得说这个都是只是你的推脱之词，然后再加上这一次大家很多人都在讲说啊，罢免是什么政党对决或蓝绿对决，可是就像将军刚刚自己讲的很多蓝营的优势选区出现的这些资深的老伯伯们，他们绝对不是我们的支持者，他也不是我们过去支持者的样态。可是他们什么？他们要反共啊！那么对于傅崐萁来说，他过去这1年，从他一开始开议，带着国民党的8个召委就往中国去，再到每一次的只要有空档休息的过程中，不是香港。就是中国，我觉得他那种亲中的形象，真的这一次的罢免口号，我必须讲啊，他真的不是只是蓝绿的问题，是你反不反共的问题。所以我们台中那一场的时候，因为我刚好是主持人嘛，我是第一场，最后压轴的是赖清德总统的那个影片。其实我必须揭秘一下，在我看那个 round down 的时候，我本来不知道有那个影片，是到大概活动要开始前。党部跟我说，楚英委员，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神秘嘉宾要压轴。我说谁要压轴？总统要压轴。我说总统要压轴，所以现在安检来得及吗？他什么时候出来？他说不是，他就是希望播放，因为刚好在前几次的中常会当中讲到罢免，讲到最近的氛围，讲到这些所谓反中势力，就是那17项的那个部分，他就说，因为他在总统辩论的时候，他就曾经有讲过，如果把票投给国民党，或是国民党再重新回来，会发生哪些状况。所以他就认为这一次定调的绝对不是蓝绿的政党对决，而是你对于国家主权还有对于反共的立场的定调。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投入或参与，我们会去走的那个方向。OK。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从刚才讲说，国民党几个委员，尤其优势区，现在打到现在这样，任俊，尤其像花莲，是你不可讳言，花莲对国民党来讲的话，第一个传统形象上面就觉得这一定是蓝营区，第二个副总召现在是国民党的总召，你还记不记得那个 Mel Gibson 演的那部《勇士们》，就是他们的空中骑兵团，然后到越南打仗那一次，后来已经打到。敌军我军犬牙交错到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不是发了一个电讯回去说 broken arrow，然后那个总部的人一听都吓傻了，然后后来有人就解释给旁边的那个记者听说 broken arrow 表示已经没有任何敌我了，现在全部都打成乱成一片，所以飞弹炸弹就是你随便炸吧，我告诉你炸哪一区你就炸哪一区，所以还有炸错。他们甚至还讲了一句话，如果一个新兵一团被歼灭，那就是被歼灭了，但如果阵亡一个上校，那叫屠杀。如果要是花莲这一区会被罢掉，那对整个国民党来讲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啊。我觉得傅崐萁也因为他这个同舟计划重回到国民党嘛，对，然后在这一次里面又因为担任国民党的总召，好像大家觉得就是说花莲这个天下应该基本上国民党这个囊中之物。不过你说真的回来看，傅崐萁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没有在国民党党内啊，他靠的也是自己啊，所以你刚刚讲说这个勇士们的那个最少是呼叫自己的友军来这边歼灭敌人，但几个国民党的这个比较危险的选区里面啊的区域看起来是自己轰炸自己啊。但几个国民党的这个比较危险的选区里面啊的区域看起来是自己轰炸自己啊。
就比如说傅昆萁这一次被这个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关于这个所谓的修龙组的那个案子。那因为这个最早其实就是他也有表达善意嘛，就是说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团购啦，那个其实那个当时在选举的时候就有，我们对面那个原资还买了2组嘛，应该是2万份嘛，因为你有申报两次，是不是？没有，还有我是帽子跟修龙组。OK， 所以是2种不同的，还好你有在这边，因为大家很多人讲说你买了2次，说你申报了2次但其实不同的东西嘛。但也因为就是说，到底有付钱跟没付钱的这件事情，引爆后面大家去查说 ，OK， 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小物是不是跟对岸买的？那如果是跟对岸买的，那基本上其实老实讲，金流很好查，甚至包含连媒体提了一些过往的旧案那个其实老实讲，以前有一些是经过司法这个已经调查，比如说幸福水泥的那个矿业案嘛，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一栋港修细抠嘛。后来呢，就说因为他们要改这个什么因为觉得说这应该变成地方税的这样的一个特别税收嘛，所以把它从4块钱调成叫做10块，然后把这个法给废掉之后呢，又把它变成70块。那人家那个矿业就觉得说怎么会越搞越贵，所以就提诉讼嘛。那案子缠讼8年，最后败诉，县府败诉县府败诉赔人家2亿多给他超征的回来。后面又再弄出来讲说，当时大家批评说，为什么你今天县府要去超收多招这些钱，然后说是议会提案的，结果当时的这个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他的这个县议会的议长吧，张俊嘛，他就出来讲说，对议员提案是谁叫那些议员提案的？钱收走是谁收走？是你县府收走，怎么会到最后变成是我议会里面，好像说然后换我议会来背锅那是不是有如媒体报道说？这个傅昆萁有跟亲近的友人去讲说，听说幸福水泥那边有我一些案子，因为后来你看媒体的在报，但那一日新闻我先讲一日新闻没有后续延伸那是媒体在那边报道，说什么是不是有这个疑似有人借势借端假借说用这个税收的部分去跟企业或者讲，那我也必须讲，如果真有，我不相信人家会再继续吞沦，因为这个案子其实在当时8年缠讼的时候都已经起来了。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于国民党来讲，其实他另外一个问题是我刚刚讲如果我今天要呼叫友军，说我今天已经到了断剑的地步了，是我今天一定想尽办法先把我敌人歼灭，有没有歼灭到我自己我都顾不了。但问题来是，那还是友军投得准投不准，这件事情有时候还可以跟友军稍微联络一下。但如果你是自己的区域的问题，我就问一个，哪一个人能够来帮你执行断剑？没有办法嘛。因为他对你的状况也不了解，所以傅昆萁的问题永远只能傅昆萁自己回答。叶元之的问题永远只能叶元之自己回答，因为没有人可以帮到你。那大家会期待就是说你这些大头来帮忙或者是什么，比如说刚刚武哥问说，那侯友宜会不会支持你？那我这样我也觉得侯友宜不支持他才有病啊。对不起如果为什么媒体上大家要一直在问这件事？那就问题来了嘛就大家认为说那个支持，就比如说曾经侯友宜被问过说叶元之要被罢免的这件事情，对不对这个市长怎么看？其实老实讲对我们来说，你就觉得叶元之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委员，他其实为地方做很多事情请大家能够支持，而且在国民党，我们地方的民意代表都非常的认真，没了。你讲你帮他点个名会怎么样？你讲叶元之3个字，不是这个很痛苦吗？会死。我不知道，就是说这种东西对大家来讲不费成本嘛。对不起请大家回忆一下谢国良当时被罢免案的时候，国民党是怎么操作去协助谢国良的？新北、台北什么一堆的议员，连桃园大家排班，想尽办法去基隆那边帮他宣讲，帮他干嘛的？我说这连民众党都跑去了。结果你今天这么多的，你国民党里面的30几席立委面临到进入到2阶的这个状况，现在都不要讲进到3阶，现在比的已经不是几比0的问题了。现在对每一个在区域立委来讲，我就是唯一啊。我就是唯一啊，我来管你其他30几个。刚刚袁之也讲说，其实他觉得30几个那个对他数字没有意义，因为他眼中其实最重要是他自己的那个状况，谁不希望能够大家支援给他？结果党现在在这边3月20号一下新北要办，一下台北要办，一下跟你讲说因故延期又要干嘛的，你弄这些东西，请问有很难吗？你在基隆的那一站，你们都能够1个2个就会跑去基隆火车站去帮谢国良宣传，请问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罢免案里面，你国民党的人这个都做不到？明凤，其实从这一次罢免案，大家才突然发现不是在一个地方能够称王称后的就一定安稳无事因为才发现原来这个时候你的地方政敌，包括自己阵营里面，然后不挺你的人，搞不好也不少。
那这花莲这次大家就在突然发现，包括张家的、魏家的所有这些，大家在讨论说，哦，原来这才是国民党最大一个隐忧。而且现在看起来，你刚刚讲，如果大家气势打的是个35-20好了，那某种程度大家气势差不多嘛，虽然数字差了一点，那各自的召唤，就连谢国良那场，刚刚任俊讲，你可以没事排这边，今天台北来救，明天桃园来说，什么都可以。现在搞个35-0。国民党现在变成首尾不能相援，上下不能相救，兄顾不了弟，父顾不了子，每个人大家光管自己都管不了了，你还叫我去救你？对啊，就是基隆好了，就是一个战场啊。对啊，像个别的以前罢免都是一个战场，是现在是30几个战场同时开、所以你要怎么弄？所以傅昆萁现在当然很怕，因为他第一怕呢，就是第一怕的反应，其实大家就讲，就昨天有跟记者聊天。所有沾上傅昆萁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事啦，哈。所以说傅昆萁不在国民党的那段时间就是马英九时代，所以马英九是平安过了。所以傅昆萁如果被罢掉，对国民党应该是好消息，不是坏消息呀、才对啊。所以说那个傅昆萁，你看他现在就是这个案子，这个地方上面。张俊本来就是他死对头，可是他都弄过人家啊，他就把人家说哦你是黑的，所以你出去，但不晓得谁比较黑，可是张俊就是黑了，所以他出去。那魏家你又违反违纪参选，所以魏家你也出去。然后好像现在魏家有动作，魏家非常的积极，靠着这一次的努力去找人合作了，就是把立委分出来，因为他们家就习惯花莲市长。跟议员而已，他有个立委的部分的缺，他以前最早是跟黄信介合作过，那这一次也一样找人合作，立委跟县长做分了啊，所以魏家有志在立委，如果万一补选县长，他们要县长，对，所以这一席的立委，因为徐正伟就到2026这一任嘛，对，所以立委这个我就先帮你弄掉，然后帮你弄立委之后，你们2026你就帮我，所以他是有找人合作的。那傅昆萁是怕的意思是，你只要怕的话，他就会必须去找王院长。譬如他最近就去找王院长了，说我应该要怎么办？那就是表示说他已经有一点怕了。那其实中间过程很多人都劝过他，譬如说他那一次带了立委去见王沪宁的时候，有几个立委其实很害怕，他们不想去，但是他们不敢说不他们竟然去找那个记者，找我认识的一个记者，就跑很久的，就跟傅昆萁也很好的。他说：“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们跟总召讲，不要去？”那个记者哈，他也觉得不要去，所以他就跟副总召打电话说：“你这时候去也不好啊，什么怎么样？”结果呢，副总召说：“你看着好了，你看我带回什么东西？”意思就是说他会从对岸带回利多来。结果那个我们认识那个朋友，他就说：“哎呀，你带回再多的利多也比不上你们这种观感，很不好啦。”结果双方不欢而散。所以说，你说对于副总召的作为，党团内部到底真的服他，还是真的就是对他都很满意，对他的指挥都 OK？其实是有人是怕到不敢讲而已啦。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副总召的作为是导致这次大罢免最大的主因？可是你党中央没有办法处理这样一个人。包括院长、正副院长都是你们家的人，但是你们就是总召制，立法院就变成国民党总召制，为什么会搞到这种地步？然后你自己在花莲的基础可能也是会很糟糕，因为你不止所谓的幸福水泥，几乎有一个叫报道者，报道者都是非常他那个媒体大家也都知道，他是非常写实的。他已经报道，包括理想大地的时候，他也县府的人员也是有人去威胁他说，如果你不卖给我的时候，不卖给傅昆萁的容量公司的时候，我就市政府不准你卖。所以那个人后来也是2期到理想大地2期，也是有市府官员一个姓林的。出来呛瞎说，这个也是说我不准你卖，所以桩件件，修容组可能只是一个入口而已，后面你知道我们这个从这个民党执政以后，很喜欢追旧案，所以你傅昆萁过去的旧案没有被查出来的，我觉得他为什么要紧张，这个是有道理的。OK， 来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以后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面对面的现场，将军，你说从花莲这次查，因为它中间有一个叫反渗透法，反渗透法 OK， 好，那这次的主轴再搭上你说赖清德前一阵所说的赖17条，而那个时候刚好又发生你说像陆配雅雅什么那个，今天还有一些人在追的另外一个就是讲说那个雅雅到底在台湾的那个居留会不会被延还是什么什么。那还在问这些事，也就是说这几件事你可以想象出来。那过程当中，包括你说那个洪伟伟那一席，为什么那天传出来那个联署的那个照片，为什么这么多？也有人把它摆在，譬如说，因为雅雅的事情出来以后，那他有声援言论自由的这一块，大家就讲说武统怎么可能有言论自由？所以有人解读说，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所以联署站的人特别多？也就是说，这整个主轴，你在节目里面多次讲过，从霸团很早以前就出现什么反共啦什么的主轴，然后等到赖清德之后那种接触所谓的17条一路往下，现在看起来这真的这一场罢免不是什么蓝绿对决，就讲现在就是反共，当然那个民党说你们叫说蓝营叫亲共，也就是大家在打的是这一块吗？其实国民党一直跟共产党之间在做清党。大家想想看，1949年为什么要宣布戒严？那主要就是因为跟着国民党从中国来的这一群人，这群人大多数是国民党，那里面有没有共产党潜伏分子？所以其实白色恐怖跟戒严有很大的部分是肃清党内，不管说你支不支持蒋介石，还是真的你是共产党，这就匪谍嘛。因为他们过程，因为老蒋打那个国共内战的时候吃了太多亏了。那大家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是作战市长嘛，对，刘匪中将。因为我印象很深，我看那个在里面，像白崇禧啊，还有他们几个，还有几个那个就是非常高阶的那样打仗的时候，有人看完那个布置图，就跟讲说这是谁定下的作战计划？这是把我们往死里送嘛？怎么可能会有这样？这老蒋也答应这样的一个，结果后来最后大家才发现。那个作战次长根本就是匪谍，对，所以所有的包括你们所有的布置图，他们也都知道，甚或有一些你的计划根本就是引军入瓮的打法。那么所以后来他会要戒严，他意思老蒋当然是被吓到，就觉得说原来我旁边有这么多是这些家伙，就是当时国民党的大陆的江山会失去绝大部分，就是老蒋的作战命令还没有批，老毛已经拿到，然后老毛的作战计划所有做好的圈套，老蒋的作战计划就是往里面跳，你这怎么打？所以到了后面有很多是一个师一个师的投诚哦，整个师哦。所以小武哥讲过，那不是叫歼灭，那直接换帽徽啊。国军变解放军，就这样直接换帽徽。所以老蒋怕，所以在那个时候，整个白色恐怖还有宣布戒严，为什么长达38年？38年都没有清干净，38年都清不干净。可是呢，要让这一些潜伏在国民党里面亲共的人士。要复苏，我告诉你，立刻就复苏了，活得很快。所以为什么后来，国民党在连战到了中国去以后，那段时间从连爷爷你回来了，到这个等于说的洪主席跟习主席两个洪习会，到最后的马习会，那一连串下来，就是让国民党里面有很多本身身体里面。有那种两岸一家亲的基因，他已经觉得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好。这就是什么被渗透了。所以为什么会制定反渗透法？就发现这个状况从国民党的党部交流，变成基层公务员的交流，变成学校的交流，变成公庙的交流，变成全面的交流。交流不是坏事，可是如果置入共产党的资金呢？所以人家讲说，你看这是不是？要办傅昆萁跟办这位里长一样，这位内湖清白里他不是里长，他落选了，他就在2022年选举的时候，他拿了筛剂，拿了中国提供给他的筛剂，那这个中国的筛剂很明白的就是中资嘛，然后提供给他，然后让选民来取用，因为大家记不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筛剂啊很难抢，所以就拿了中国深圳那个平潭提供给他的这个筛剂去发。最后被检举，经查属实，最后是起诉重刑啊。那有没有判再说？就是至少这个已经起诉了，确定。那你说这个对于里长，对，不要再拿中国的这个所谓陆资，有没有警惕？超有警惕。不要说里长，我告诉你，就连学校，就连所有要参加选举的人员，这个清白里里长都是一个有效警惕的案例。那么现在就讲说，那是不是这个白色恐怖要再起啊？
要用这种方式来对付傅崐萁。其实，如果傅崐萁委员、傅崐萁总召，你的这些修容组没有1毛钱是入资，不用怕，真的不用怕。如果你每1毛钱、每1块钱干干净净，跟中国大陆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害怕。这个清白里的事件扫不到你身上。但是现在台湾最严重的是什么？我们国家最严重的是什么？全面的渗透。所以很多人在看这个，就昨天桃园的我们桃园的有一位远警，中立分局的远警，他用抖音写什么？我爱祖国，叫做凌云小当归。大家为什么叫凌云小当归呢？桃园有个地方叫凌云岗吧，他可能在凌云岗服务过，所以叫凌云小当归。那为什么叫当归？不叫枸杞，不叫川穹，不叫枇杷？因为台湾当归嘛，就是这是抖音上面的一个公定版，你只要按照这个公定版框框，然后你写出你的资料，写出你的工作，尤其是以军公教最好 ，po 上一个台湾当归或者是我爱祖国，我告诉你，你在抖音里面就会获得相关的积分或奖励。这不是我说，因为我没有抖音，我不知道。这是这位校长说的，这位他就只要积分对，这位桃园会稽国小的校长在我选区。这是这个校长我也认识，他说没有啦，我做这个公版，大家知道这个公版说我爱中国，他说这个什么是中华民国？看到下面5颗星没有？这是公版啊，就是5星中国士农工商啊，围绕的这个中国共产党就是5颗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抖音上的一个公版，你只要把你的照片 po 上去。然后贴上去，然后告诉你我是在台湾做什么职业，你的积分就会增加。那这就想说，我为了要看剧，我太太要追剧，所以我这样做。那么今天有很多人说，他说这个是压制言论自由，这个是对于相关台湾使用抖音压制的言论自由。我告诉大家，桃园市政府、桃园警察局、桃园教育局要惩处他开人评会的理由是什么？告诉你，2022年行政院有明确的规定。公务人员严禁使用抖音、小红书，这是有规定的哦。所以这是这2位公务人，这2位你该不会认为警察不属于行政院吧？你该不会认为校长不属于行政院吧？行政院规定所属公务员严禁使用抖音、小红书，是他们违反了这相关的规定。所以很多人说：“哎呀，我说中国人就我说不会，在中华民国，在我们这块自由土地，你要说你是中国人。”你要说你是俄罗斯人，你要说你是月球人，没有人会抓你。但是你不能违反行政机关所规定的命令。我们以前有一个行政命令多离谱，你知道吗？小虎哥应该知道，军人禁止骑乘机车。我相信任俊也知道，那个骑乘机车多么严格，你知道吗？他甚至在后面写了，如果骑乘机车肇事，军医院不准收。这不人道吧？对，没办法，行政命令。我们当时年轻。这个15到20岁，20岁真想买一辆机车，对不起，军人不能买。所以这就是行政规定嘛。那后来也做了调整。可是，在两岸之间这么紧绷的时候，所有的行政院所属的机关不准使用抖音、小红书。我相信这个校长、这个警察一定知道。OK， 所以他违反了这个规定被处分，而不是说我是中国人不行。没有，你说你是月球人都可以。只要你符合行政机关的规定，没有人会给你做行政惩处。最后，我再强调一件事：现在对于台湾的渗透，对于中华民国的渗透，它真的是针对什么？军、公、教、警、消。多么严格，你知道吗？他甚至在后面写了，如果骑乘机车肇事，军医院不准收。这不人道吧？对，没办法，行政命令。我们当时年轻，这个15到20岁，20岁真想买一辆机车，对不起，军人不能买。所以这就是行政规定嘛。那后来也做了调整。可是，在两岸之间这么紧绷的时候，所有的行政院所属的机关不准使用抖音、小红书。我相信这个校长、这个警察一定知道。OK， 所以他违反了这个规定被处分，而不是说我是中国人不行。没有，你说你是月球人都可以，只要你符合行政机关的规定，没有人会给你做行政惩处。最后我再强调一件事：现在对于台湾的渗透，对于中华民国的渗透，它真的是针对什么？军、公、教、警、消。它要渗透你。因为这些在台湾具有公权力的人，如果把他的所有的资料拿到中国去对他们做大内宣，非常有利。他会认为，你看，连台湾、连
台湾中华民国的军公教都心向于我，所以我们去武统它是很简单的，所以这不是小事，而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的大事。后指，这整件事情当整个主轴被拉到这么高的时候，那未来这场大罢免，所以大家现在在讲的就是国安问题，是所谓的两岸问题，是反共的问题，主轴都打在这吗？因为接下来包括你说像军审法啦，或是赖清德总讲的17条，里面有一些是要送立法院修法的。那大家就在问说，那修法对蓝白来讲的话，有一些的法令，你到底该怎么样去表态，或者你到底该怎么做？你做了，会不会有人就直接讲，你看吧，你们这些人就是跟着老共的脚步走，你反对他就这样。然后你如果要是同意了，那基本上那气势就微了一半，后面该怎么样应？国民党现在已经都提了要公投了，他就应该就是会反对啊。可是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因为他原本其实陈永康、徐小新他们有16个人也提过这个案子，对啊，因为他们当初在2013年修那个法的时候，国民党的态度就是反对。那他们也有人认为应该要把那个军审法恢复当初的状况。可是以目前状况来讲，国民党大概就是会反对到底。只是说，我觉得国民党要去思考的是说，因为民进党就是希望用两岸对抗，好，希望用抗中保台来做这个主轴嘛，他希望是蓝绿对决嘛。那国民党在这个思考上面，其实你就要逆向思考，说你是不是要在这个地方去做，就战场要在这里。对，然后第一个就是是不是要蓝绿对决，因为很简单嘛，罢免的票上面没有民进党，所以你不断的去骂民进党多烂，没有意义啊。你要像谢国良那时候，谢国良是讲我自己做的很不错啊，好，我帮你们做了什么，我帮你市民做了什么啊？你们觉得有什么不足的，我会继续帮你们做。谢国良那时候是在讲这个，不是一天，所以我刚才有说那个是在沟通跟选民，谢国良在做的是这件事情。那你国民党现在的状况，罢免票上面没有民进党，你把民党骂到臭头也没有用啊。所以你应该是要去思考说你怎么去抓住中选民。同样的状况，你要去脱离他原本设定的战场。你到底有没有什么案子？好，现在当然他们要讲说什么普发现金啊，回复7天于民嘛，就是放7天假。但你有没有更深层一点的，能够有些论述，不要觉得这么肉桶的东西？没有啦，没有。那不是，所以他应该去思考嘛，就是说国民党人才都不知道去哪里。他其实是过去这2个会期，他当然自己设了一些战场，但其实他是一直被民党拖着走嘛。所有东西都被，不管是从原本的国会改革也好，还是说那个流产的花东条例也好，到现在的限塑法总预算好，然后包括财划法，通通都被民进党划到抗中保台，通通都被民进党说，你看国民党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跟中共唱和，那你完全没有办法创造其他的议题耶。虽然就说这个题目跟签到那个有点远，但是你所有东西最后都被他拖到这里，这到底是怎么打的？所以你国民党现在的状况应该就是因为你还有时间嘛，你现在至少还有一个会期嘛，你这个会期能不能做一点让民众有感，愿意走出家门投你票的事情？好，发钱跟那个，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他们觉得发钱最能让民众有感，太粗暴了一点。就是你真的想不到任何法案吗？你在野了8年，你想不到任何法案你要修吗？我讲最简单的就是当初大家就是反对公投法，把它变成鸟笼公投嘛。结果你国民党现在修成这样。但我可以给民党一个建议啦，民党现在应该去修不在籍投票了。好，这样傅昆萁就会过了。好，因为当初国民党也承诺要修不在籍投票嘛。那花莲那部分，你只要设一个转移投票的话，傅昆萁就惨了。不过好了，刚刚讲说那个战场为什么都在人家设定？问你一个问题：台北到高雄，你会坐台铁还是高铁？高铁啊，不是，你不能开车吗？都可以，只要能到就好了。不是，这个你知道吗？就是你为什么要在人家的战场里面玩游戏呢？人家问出来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跟着人家走呢？原居民听懂后知刚刚讲的意思，可是目前看起来，国民党这几个都是跟着人家议题在走吗？或是换一个角度讲，当人家把议题拉到，那已经是国内所有议题最上纲了吧？就是国安、生死存亡，然后中华民国还存不存在？那国民党接下来呢？接下来除了还钱于民这些以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主轴或者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战场拉回到你们能够某种程度主动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推那2个公投的原因啊，
就是那对啊，好对，不要再说了其实我们啦在几个礼拜前的时候，大家都在讨论不要。再说了，真的。因为你们问我嘛，我们我们的招式要讲一下嘛，到底要松还是紧？不是啊，因为你现在有国会多数嘛，你告诉我说你现在因为我有国会多数，我不能做，我必须要公投才能做。这个理由要说服民众嘛？我觉得我是民众，我没有办法被你说服啊！不管是什么事情，因为你在国会你通过法案，那个动员的能量比较小嘛。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变成公投题目去诉求的话，那个动员能量比较大，那老百姓会有感受嘛？那一定要有老百姓有感受。我们现在是说2个嘛。那一天主席在立法院的时候开有2个，一个是反废死，另外一个是反戒严。我坦白说，反废死比较有感，因为我这2天去基层的时候，已经有人跟我讲说，就是要反废死。那当然，民进党会讲说，我们现在没有废死啊，我们现在还是有死刑啊。也有人讲到说，到时候如果再把几个死刑犯拿去枪毙，就破了我们嘛。可是问题是我们看的是未来，因为现在大法官已经让死刑几乎是实质废死，全部要一致决，这非常困难的。那我们的国人到底认不认同这样的做法？我觉得可以透过公投来做一个民意的展现。OK， 你在讲话，我其实都想说你现在罢免很危险，我就不要吐槽你好了。我就跟你说，后制刚刚已经讲了，你们现在立法院就是多数。如果你们真的要反废死，根本不用去动员人出来公投，你们就在立法院提一个法案，修法。就把现在所有的刑法相关的法律通通都修掉就好了。现在有什么案子是你们过不了的？那至于戒严，其实如果要宣布戒严，总统要宣布戒严，也要立法院同意；解严也要立法院同意。现在立法院多数也是你们啊！你们搞了这么一大堆，就是因为你们是多数。包括我觉得，不论是发钱，比如说像最近立法院不是又发生很多国民党的委员在总预算质询的时候，就是施政报告质询卓荣泰的时候，就会讲说，这个社宅啊，或者什么预算啊、经费啊，可不可以多一点？然后就直接被卓荣泰打枪说可是预算被你们砍掉了。所以我觉得，坦白说，现在很多事情你们在立法院，你们明明可以做。但是你们要拉出来做的时候，你们真的就很难跟民众说。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做法，是说我们在立法院也许被关注的那个机会没那么高。第二个，我们现在在立法院，你现在求关注不是求过法案哦。我们不是，我们现在在，因为这个东西要民众支持嘛。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做什么事情，民进党都扣我们帽子，都说毁宪乱政。有没有死刑这2个字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废死透过民意的展现嘛，告诉政府说，其实大家这很不能接受，就是死刑一致决这件事情，其实就透过民意的展现。那如果我们只是在立法院的话，没办法达到这个效果嘛。我们其实是要做一个比较，你应该是要修法更大的民主、更大的民主的一个展现。OK， 未来你可以看得出来，都是短兵相接的一个状况。尤其接下来几场呢，对民进党来讲的话，那这个礼拜会重点摆在花莲；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重点应该就是摆在像板桥这一场。OK， 那当然白银也会在中间，那包括帮国民党去，包括一些有助讲一些情形。未来这个战场一路烧下去，当然大家会关注的是最后各进第2阶段到底有多少席，第3阶段又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新闻面对面，我们明天见，拜拜。